所以你网络上看到现在最多的就是练成态，到处一启动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一启动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那你里面没有东西在流动，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那个力量是混乱的，你那个力量是没有方向性的，是混乱的，你是做出一个你做出一个乱抖。如果你去看别人的，有一些比较好找的是什么？你这比方讲以太极拳来讲，你现在影片上面可以找得到，大概找得到三代的人练，找得到3代的人练。你去看那个第1代、第2代、第3代，他们练的差别在哪边？几乎所有的到了第3代，甚至有的从第2代就开始，就搞错了。什么原因？因为都注重在姿势、招式上面了，那个流动错了。那个错了。有一个很明显的，你们去看，我那个也是好朋友，那个黄正阳的那个呼雷太极，你可以看到他师傅的练的，你可以看到黄正阳练的，你可以看到黄正阳的学生练的，你们去看，以力量流动的角度去看，你们可以看出来它的差别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观摩的，我们可以去深入去了解到底什么是力量的流动，什么叫做阻碍的力量的流动，什么叫做顺畅的。为什么要以它呢？因为他们那个东西发劲很多，他们那个拳发劲很多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发劲不能是力量的断点，中间的我们不要讲，中间的差异不大，当然也有差异。可你去看它所有的发劲的时候，什么人发劲的时候变成断点了，变成力量流动的断点了。你去看他的师傅叫张随胜，你看他练习他的发劲把力量前面的力量带出来到后面去，就看那些点啊，就看那些点。我说上次有书法来举例嘛，是不是？那些都是转接点，发力点是一个转接点嘛。这个人练那个转接点，他把力量很顺畅的带过去了，跟这个人一发劲，那个力量断掉。所以有很多我们可以去看的，晓得吗？然后你自己在练习当中去检验你自己，你的动作不管练快练慢，练刚练柔你以力量为主，以掌握维持住力量的流动为主来练习，听不懂？跟你们刚才走这个一样嘛，以力量为主来，我是维持住力量的流动，所以我力量走，我在走的过程当中，你看我的关心是在什么？是在这个力量的流动，我不管换。力量的流动不要变，那你如果走一步断掉，一步断掉，是不是？那我如果是这样子下来一步，它重的下来，可是我重下来，我这个力量在这边的时候，它没有断，它是我的腿上面有一个这个东西，当我一步下来，腿上面有这个东西，力量就没断。你一步下来到这边没有了。力量到这边没有了，就断了，听不懂？
所以力量的转动、力量的流动是在哪里？是在内部的，在内部的，不是外形。你说打一个太极，你说到这边，有人说到这边，啪，你打一个到这边，你没有继续往下走，说断了，断不断是看它里面有没有在走。如果打到这边，你没动了，断了，它是断了。可是你这个一出来，你是它没断，看不懂？看不懂？我一个出来，我到这边，啪，停了，断了，我的力量到这边完了，断了，这个断了嘛？可是我的力量走到这边，到底了以后，我的力量在这边走，我的力量在这边走，它就没有断，看起来是断，我里面的力量还在走，就没有断。听不懂？那为什么动作停了，里面的力量还可以走？就是在你的关节控制跟筋的控制。还有你的意念有没有走完？我到这边的时候，我走到这边，动作停了，而我的意念还没走完，所以你还有里面还有一个松层，还有一个松层，还有一个松层，到松层走了，这就没有断，对不对？到你的意念这个动作意念完了再走，这就没有断，看不懂？所以全部都不是在外形，全部都不是在外形。大家都解读错这个，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身形。对，编出来的都会有这种都扭一下。对，这个就断掉。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外面的动作了，就断掉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那个力量的流动在这边被搅乱了。所以你网络上看到现在最多的就是练成态，到处一启动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一启动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那你里面没有东西在流动，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那个力量是混乱的，你那个力量是没有方向性的，是混乱的，你是做出一个乱抖，这个在我们看就错的。那你抖，你的力量走到这个地方的，你的力量走到这个地方，我要转换，这个力量就顺。我是里面的东西走到一个极点了，我在那边做一个转换，不是我在外面在做这个，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力量。晓得吗？所以去看力量。上次让你们去看那个风吹动的那个树梢，去看风吹动的树梢，不是看树梢，是看风，因为风是力量。当树梢压下去弹回来，那个是树枝的力量，然后是树枝的力量跟风的力量，它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？看不懂啊？我们在场馆的时候，不是模仿树枝的动作。你不是模仿树枝的动作，你是模仿树枝的力量，树枝应对压力的那个力量的模式，不是去模仿它的动作。所以我在看那个外面的树枝的时候，我就不会去注意到风。对。那其实，
不是看风哦，你看不到风啊，你看不到风啊。可是你要看到，因为它在动嘛，是不是？它的动是因为风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力量是怎么走的嘛？听不懂？所以你养成这个习惯，在看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去看力量。比方讲，这是一个空间嘛，这是一个空间，这是一个房子空间，那边开的门，这边有窗，那边有间隔有窗。当风吹过来的时候，每一个地方进来的风的形态跟力量都不一样，这样子同意吧？那我们看到一个空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看到这个。我们就要去看到这个，这样不懂？那你不是去看一个房子，你是看这个房子坐落在这个，本来这个是没有这个房子的嘛？没有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个风是自然的，它要这样吹，这样吹，那样吹，都是通透的嘛，是不是？通透的，很顺的。好，你放了一个房子在这个地方，当这个房子没有门窗的时候，它四周是紧密的，没有门窗的时候，你会看到那个风是怎么走的嘛？这就是人家造飞机什么那个什么流体力学的东西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有一个障碍物在这边了，它原来的风是这样通透的，那有一个障碍物出来了，那你要看到这个原来的这个风的力量，它因为这个障碍物，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？往上、往两边、往下，哪边的力量多？好，当它开门跟窗了以后，这个变化就多了。这个风吹过来，在里面，这个风的变化就变多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们关心的，我们觉得有趣的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是这个。听不懂？是不是？这也是风水的一部分嘛。风水就是看这个流动啊，风的流动跟水的流动嘛。为什么说练拳你不要在什么？不要在一个巷子里练，因为那边的风很急嘛，那边风很急，太强，那个风太强，是不是？紧缩在这个地方进来啊，人受的伤害大。你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练，那边的风是没有方向性的，它比较缓和，是不是？啊，对人的伤害小。所以我们在看一个东西、看一个环境、看一个什么的时候啊，我们是先看这个，晓得吗？我们是先看这个，你去玩水。也是要看那个岸的形态啊，看水的形态啊，就晓得哪边的水流是比较急的，哪边的水流是比较缓的，是不是？急的地方底下就河岸，底下一定会有坑。缓和的它底下大部分是平坦的，所以你要去看这个东西，看那个力量流动产生出来的什么结果。然后我们选择，我们去找到一个对我们来讲伤害不大或者比较安全的环境，那你就要看到这些东西嘛，是不是？你就不会说啊这边比较漂亮啊，这个房子盖得好漂亮，装潢的好漂亮，你看到的是外形，你没有看到里面的这些力量的流动。晓得吗？所以要去转变，换成看这个东西，就是看那个无形的东西。力量通常是什么？藏在无形里面，力量是无形的。练拳也是一样，我们怎么体会到这个东西？就是透过练拳啊。我讲过，练武的人在练什么？从
自古把武当成一个教育贵族阶层的教育，他在练什么？他在学习什么？他就在学习这个嘛，他在学习那个势嘛。势是什么？就力量，势怎么形成的？然后势这个力量，它是怎么变化的？怎么流动的？天下的东西都是一个势，都是一个势嘛。所以当他了解这个势了以后，他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这个势的角度来看，都是流动的。他升到这个了解这个势的流动，了解力量以后，他就可以，我怎么利用这个力量，怎么利用这个势。所以在懂势的人来讲，他看所有的变化，对他来讲没有好坏善恶之分，只有这个势，这个力量对我是好还是坏，我是不是可以去用，我是不是可以去利用它，是吧？跟所有的企业家一样嘛，政治家也是一个状况发生了，是不是？不然谁打谁，谁攻击谁，他不会站在说谁道德谁不道德，谁对谁错的角度，他不会这样子的，他是在好这个状况发生了，这是一个什么力量流？我在这个里面什么状态是对我有利的，我就去用，我去用这个势，所有的冲突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势的流动嘛。这个势产生了，在开始的时候我怎么利用引导它，在中间的时候我怎么去利用它，这个势快没有的时候，我怎么样脱离或者怎么样用，他们看的全都是这个，不像我们一般人在那边看啊，没道德，谁那对这个对那个错，都在争吵这个。当我们在争吵这个的时候，人家懂得的人早就把里面的利益啊，里面的东西通通拿走了。在那些人的眼光当中，没有这种对跟错，没有，就是一个力量的流动，晓得吗？大自然就是这个样子。一阵风把那棵树吹倒了，你会去怪那个风吗？不会啊。商人马上看到这棵树吹倒了，是不是还需要这棵树？我马上去找树来，跟那个市政府讲，这个由我来包，树倒了由我来包，那以后的树会脆弱，由我来包，我来养它。他看到的是这个嘛，所以那些真正的精英领导人呢，他们在学的都是这个东西，都是一个势，都是这个。这个怎么得来？我们练武的人就是从自己的练习当中去体会这个势，什么是势？这个势怎么变化？我怎么用它？人家的势来了，我怎么用它？当没有势的时候，我怎么样能够让它产生这个势？这个是我们练武、我们习武要学的最重要的部分。所以它是一种教育，它不是现在讲的那种打斗，一个人打几个人，不是那样子的，晓得吗？所以你会奇怪，为什么孔明他又发明这个又发明那个，他又懂这个又懂那个，什么好像什么都懂，他不是什么都懂，因为这里面共通的一个是什么？是势。以前很多中国的那些读书人，那种人，他为什么懂那么多东西？他没学啊，又懂军事，又懂建筑，又会发明东西，又懂农业。你让去搞水利，他又会搞水利，你让他搞什么东西，他都会。什么原因？对他来讲，这些东西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一个势的运用罢了。这是我师父教我的，
我们习武在学什么？这也不是我发明的，我师父教下来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练拳是干嘛？我们习武就是学这个。所以武术对我来讲，一直在我心里面，它是一个这种东西，它不是一个打斗的技术，它不仅仅是一个打斗的技术，打斗的练习也是在体会什么？那个势的流动跟运用跟产生跟变化。听不懂？啊，好了，讲太多了。好，我们来走一下。